流浪地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票房好像差不多46亿多啊，然后我特地去电影院看，很惊喜的一个面孔，我觉得你表演得非常好，谢谢，就完全不像一个新人。你怎么样去找到那个角色？你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功课吗？还好，也会跟角色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制作方愿意来找我去扮演这个角色，肯定就是觉得我身上有他们想要去在这个角色上更多的展现的点。那么我其实要做的就是找到我自己跟他的共同点。我不能说镜头前去表演我自己，而是我去扮演那个角色。对的。那个时候你是第几部电影？电影的话是第3部。已经第3部了。对。那你感觉电影跟电视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以前会有区分，但我后来有跟一个前辈聊到这个问题，他给我的答案就是，其实，在表演上是没有区别的，表演都是去扮演角色嘛。所以我也觉得是这样子，顶多在镜头上会需要一些配合的东西。然后你也演话剧，对，你的 talent 还是蛮广泛的嘛，可塑性很高啊你。谢谢。其实就是我自己喜欢嘛，话剧是一直在我的 list 上面的事情。从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说要30岁之前一定要回去演话剧。那舞台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么有魅力？因为我直面观众嘛，然后我也最纯粹，然后也是从整个时间线很流畅的表演。其实我喜欢的一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可以去让我的表演能够回炉重造，可以从这个环境里面吸取到更多的养分。是的，因为我也回去演过舞台剧，我觉得演舞台剧这个排练的过程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导演还有其他的对手跟你一起去找到你那个角色后面的一些故事。每一次表演其实都不一样的，虽然台词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是我觉得最刺激跟过瘾的。我喜欢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希望3到5年回去演一个舞台剧，这个对演员是有提升的。你平常看电影吗？当然看。你喜欢的男演员有哪一些类型的？我喜欢马修麦康纳，国内的话张家辉。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其实没有一个名字，我想成为我自己。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你觉得我做这一行算是成功的？很难讲。如果说我作为演员，然后我要去达到什么奖项，或者说是我的票房要达到多少，我觉得这种目标比较抓不到。然后我也不想以这样的目标为追求所在。像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都希望去模仿一些别人，比如说那个人是很受欢迎的，或者是在某个电影里面是很成功的。那我试着想去成为他，但后来走着走着会觉得这是行不通的，你还是要回来做你自己。对。才是我最想要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对，我有的，因为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知道自己喜欢表演，但是不是那么确定自己要去要什么。然后自己嗨的点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有拍过对于当时而言片酬很高的戏，然后那个戏也不算很难，但是每天起来就很痛苦，因为觉得我今天要去很痛苦的做一些工作，我并不开心。然后后来我拍片酬最少的一个戏，但是我每天也很累，但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很有干劲，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要去搞创作的。然后后来我知道了我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嗨什么，那我之后就去这么做好了。你有没有经纪公司要帮你做一个什么人设？你要成为这种形象的一种演员，你自己又很矛盾的想做自己。有的，以前生活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所以你不快乐。对，以前是的。对，现在好了吗？对，好了。对。怎么样好了呢？因为我离开那个公司了。然后在你的演艺生涯里面，你有没有试过自己争取到的一个角色？有，《流浪地球》也好，《我要我们在一起》也好，都是有一拍即合的部分，也有后来我自己跟导演也好，跟监制也好，跟他们去表达我对角色的理解和我想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个角色的一些东西，算是某种方面的去赢得这个角色吧。你觉得你是天生会演戏的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我没有觉得自己多有天分，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灵光一现的地方。但我觉得我看到的你是具备了做演员所有的条件。谢谢。因为我觉得你的眼神里面是很透彻的，很坚定。因为看你不同的角色啊，你都把那个角色赋予了很多的生命，这个是我欣赏的演员的一个特质。你这段时间在休息吗？对。那你平常做什么呢？我平常还挺宅的。你是宅的？对，会出门去骑摩托车。是哈里那种吗？赛车类的吧，赛车和越野。那你平常出门现在都是骑摩托车吗？对，其实我对摩托车就是小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想去骑，然后来了北京之后也有一直说想，就是也是在一个我人生 list 上面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做了。那看来你内心是很疯狂、很野的一个男生哦。对，我可以很有力量，也可以很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来讲讲你的感情。你长得这么帅，你应该很少主动是吧？也不是啦，也会有主动的时候。感情上面，其实我以前挺不自信的，我自己并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长相上很出众，或者说很有魅力的一个男孩。你这个是凡尔赛吗？没有，真的，说实话。那你从小到大，你爸妈啊，或者是你同学、你老师的眼中，你是不是一个帅哥？我妈反正一直在打压我。打压你啊？为什么？因为她会听到很多的同学啊，然后老师啊说你儿子在学校受女孩喜欢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会说，不要去当一个花瓶，然后就是要有内容。对，就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来看我，然后都还在说想不太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你妈妈想不通啊？对。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男孩子长得帅，你要真的很小心因为你身边那么多人围绕着你，一不小心可能会走错路。是的。或者会被人利用。是的。这个你要小心。会的。我是一个很愿意把人想得很善良和简单的人，我不会去先一步的去猜忌他会有什么图谋啊这样子的之类的，所以说我很容易你说什么。你很坦诚的这样告诉我，那我就会愿意很坦诚的相对。对呀，对呀。那我想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想追求的一个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画面。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幼儿园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叫梦中情人就是应该是一个长头发，然后黑头发直直的。但是其实后来初高中的时候就会喜欢，反而是那种短头发的可爱的那种。所以说我会觉得没有说一个确切的理想性，一个形象。对，如果说出现了，那感觉对，那就 OK。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跟他相处。是的，所以我就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嘛。是的。如果说你长得很漂亮，但是我跟你接触了10分钟、半小时，我们俩聊不来，没错，就会很。其实聊得来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啊，简单，而且可以在对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共同的成长，这个也蛮重要的。是的。你会不会从小到大你的成长环境，然后你遇到的一些事情都是如你所愿？突然之间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的？有。离开大学，离开象牙塔，其实有对社会的心理准备，对行业的心理准备，但是会觉得其实不能期许于外界的改变，不能说你走得更高更好，然后周围就随之变得更好，其实并不是。如果说不能事事如愿的话，那我就从我自己开始，然后我找到一帮方向是一致的人，步调一致的人，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奋斗就 OK。以前很愤青。说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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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其实后来会有误解，比方说你的出发点，你是想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给大家，但是如果说不了解你的人，或者说心怀不轨的人会去曲解你，是的，那就得不偿失。改变世界很难，那不如就是先把自己也做好再去说。对你刚刚说的那些过程，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的，对，就我也有试过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我明明这样想的，
为什么你们可以歪曲了我的想法？而且好多人会认同歪曲的那种想法。对，那个时候你会想不通，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很多很多问号。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只要我很真诚的做每一件事情，对待每一个人，我没有想伤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时间是可以给予你正确的一个答案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很开心跟你聊天，我也很开心。其实我来很意外，但我也非常的荣幸和激动。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对照记第一个男生。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访谈特别好，因为入行也蛮久了，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记者呀、杂志采访，蛮多采访的。然后就觉得千篇一律，大家会有雷同，大家都会问相同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两个我说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我曾经想象过，就是对于我们行业来说，什么样的采访是 OK 的，可能就真的是得找一个相熟的人，对，然后你跟他在一起聊天会有安全感，是，就会聊到一些可能真的让人愿意听的东西。是，然后我真的祝你事业越来越朝着你自己想要的方向继续成功的发展，然后感情上找到一个相爱的女朋友。没事，这个我不着急。慢慢来，你太年轻了。对，谢谢嘉玲姐，谢谢。每个人最终的目的，都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以我的方式笑，